中国的城市正在一点点被掏空，不是经济被掏空，不是厂房被掏空，而是人，一个城市最宝贵、最稀缺、最根本的资源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悄然流失。你以为这是偏远小城的命运？不，这是一场覆盖全国的城市人口大撤退。据城市财经统计，2023年全国337个城市中，有173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在下降，7个持平，仅123个在增长，剩下34个干脆不敢公布数据。而在已公布数据的城市里，57.1%的城市人口负增长，超过一半。换句话说，中国一半以上的城市正在掉人。即便你极度乐观，把所有未公布数据的城市都当作增长，也仍有51.3%的城市在失血。这是一种怎样的鬼信号？它不是局部问题，而是系统性坍塌的前奏。更惊人的是，这一趋势正在加速。2021年，287个城市中有139个下跌，占比48.4%。2022年，268个城市中有143个下跌，占比53.4%。2023年，270个城市中有157个下跌，占比58.1%。从48%到58%，3年时间，城市人口下滑成了常态。不是哪一座城市病了，是整个城市体系在发烧。而背后的大环境更令人绝望，中国全国常住人口已连续3年负增长。2023年，全国人口减少139万人。别忘了，这是在新冠疫情已经结束、鼓励生育铺天盖地宣传之后，依旧是减的。有些人可能还幻想着强城市能扛住这波潮水，但现实给了他们一记闷棍。比如4大一线城市，2022年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全部负增长，合计减少27.5万人。2023年，北京和上海仍继续减少，合计减少9.79万人。你没有听错，连帝都都守不住人了。与此同时，一个极度反常的现象正在发生，中西部城市在逆势崛起。谁是人口增量冠军？不是上海，不是广州，不是杭州，而是一个你可能从没认真看过的名字——贵阳。这座 GDP 才5000亿，排在全国50开外的西部省会城市，居然连续4年，每年吸引超过10万人定居。在这个人口比 GDP 更重要的时代，贵阳正在做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，以1/3的规模抢走深圳、成都、重庆的风头。而这并非个例。2021年，人口增量冠军是武汉；2022年是长沙；2023年是合肥；2024年，前7名中有4个是中西部城市。孔雀东南飞的格局正在彻底逆转。这不是政策的胜利，而是生存的逃亡。不是国家战略推动了中西部的崛起，而是东部沿海城市真的容不下那么多普通人了。工作机会越来越少，房租越来越高，生活成本居高不下，工资却多年不涨。曾经万人争抢的北上广深，正在变成精英的小圈子和打工人的炼狱。大量年轻人没等到人到中年，房车2套，就先体验了35岁失业，裸辞返乡。他们不是回去了，而是被挤回去了。于是，一个奇怪的局面出现了，不是中西部更有吸引力了，而是东部沿海太窒息了。没有选择的人才会回到老家，没有退路的人才会冲进省会。数据冰冷，却句句扎心。2024年，中国 GDP 过万亿的城市中，已有1/3位于中西部。全国18座千万人口大城市中，有7座是中西部的省会。他们曾经是输出地，现在却成了收容所。山东去年全省人口减少42.8万，
全国最多，但省会济南逆势增长 7.8 万，河南减少30万，郑州却反向吸入 7.8 万，湖南减少29万，长沙稳稳净增，贵州减少5万，贵阳一口气进账10万家。这是一种怎样的撕裂？省会城市像磁铁，疯狂吸人；省内其他城市却像破麻袋，怎么缝也缝不住。不是省会变强了，而是整个省份太穷了。人们被现实困住，只能往最能活下去的地方集中。这不是城市升级，而是生存迁徙。这是何等诡异的对比！于是我们看到河北、山西、江西、广西这些省份省会亮了，其他城市却黑了。河北去年减少15万人，11市中60下滑；山西减少20万人，11市中10市暴跌；江西减少13万人，11市中9市负增长；广西减少14万人，9市中8市在流血。中西部的省会城市像一个孤岛，在崩塌的版图上孤独生长。他们承载着全省的人口希望，却也无法替整个省份续命。原因也很简单，中西部省份缺乏副省级城市支撑，没有第二增长极。像浙江有宁波，广东有佛山，江苏有苏州，福建有厦门，每个强省都有多个发力点。而中西部呢？除了省会，其他城市几乎都在裸奔。这导致的结果就是省会吸人，但其他城市越来越死，最后大家还是会跑出这个省。所以你看着中西部省会一个个在涨，其实是个假象。因为从整个省域来看，人口净流出依然在继续。城市不是空壳子，不是 GDP 数据表上的数字，不是市政规划图上的建筑模型。城市的根是人，城市的命也是人。当人开始离开，一座城市的死亡也就开始倒计时。而这一切并不遥远，它就发生在今天的中国，正在你看不见的角落里悄无声息地展开。人口下滑，最先倒下的是房地产。中国的楼市本质上是一场人口的博弈，人口在，房价才有支撑。人走了，再大的房子也只是一堆水泥。过去10年，中国靠城镇化把14亿人变成了9亿城市人口，把泥地变成楼宇，把老乡变成房奴。但现在游戏规则变了。2023年，楼市成交量创下2015年以来最低。2024年上半年，一线城市新房成交同比下跌超 30%， 二手房挂牌量爆棚，成都、杭州、重庆、郑州的二手房挂牌量都突破20万套，甚至更多。而人口减少的城市情况更惨，鹤岗全市人口20年减少近 30%， 均价不足2000元每平方米，一套房不到5万元，没人要。抚顺年轻人出走，老龄化严重，全市一半小区空置率超 30%。 营口、攀枝花、七台河3线以下城市全面空心化，大批楼盘成烂尾，降价甩卖。当城市开始去人口化，房产就成了沉没成本。没有人，哪来的刚需？没有刚需，哪来的支撑？没有支撑，房子就不是资产，而是债务陷阱。人口下滑还击穿了地方财政。地方政府的命脉是卖地。土地财政是这个国家1/3的财政收入，80%的地方收入的来源。人来了，买房，房建了，卖地，地卖了，有税收，有基建，有政绩。这是过去20年中国城市发展的闭环模式。但如今这个闭环断了，人不来，房不卖，地卖不动，财政收不上来，债务滚雪球。据财政部公布，2024年上半年，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滑超 20%，
一些城市的下降幅度甚至高达50%以上。而地方债务呢？全国政府性债务已突破140万亿元，其中地方乙性债务超过60万亿。仅2024年上半年，已有超15个地级市被点名财政高风险地区。有城市不得不向公务员延迟发工资、削减支出，有些3、4线城市干脆暂停地铁建设，砍掉教师编制，合并学校医院。城市不是破产了，而是慢性死亡。你会看到，公立医院缩编，医生流失；学校合并，教学质量下降；公交停运，地铁延期，红绿灯都不修了；公园荒废，景区关门，城管都裁了。城市正在一厘米一厘米地往回退，不是回到过去，而是回到荒芜。人口下滑也在吞噬普通人的未来。别以为城市人口下滑只是城市管理者的烦恼，它早就开始影响到每一个人。对上班族来说，意味着就业岗位减少，竞争激烈，工资难涨；对做生意的来说，意味着人流骤减，消费紧缩，门店倒闭；对老年人来说，意味着养老资源紧张，照护成本激增，子女远走；对年轻人来说，意味着逃离是唯一的选项，留下是自我惩罚。最让人心碎的是那些还在城市里挣扎的普通人。你看着房价跌，失业率涨，你看着周围的朋友一个个离开，留下的是空荡荡的地铁和无声的广场。你看着自己读了10几年书，扛着房贷，拖着全家，却发现这个城市越来越无声无息。不是你变了，是城市真的老了。中国的城市需要面对一个血淋淋的现实。从前，我们以为城市就是不断扩张的代名词，现在我们才知道，城市也会凋零，也会衰老，也会死去。人口减少就是一场安静的地震，不会让你瞬间倒塌，但一定会让你骨裂断筋，血流成河。从房地产到财政，再到教育、医疗、交通、就业，一个人少的城市是一个没有未来的城市。过去20年，中国的城市靠着投资和地产冲上了云霄。未来20年，如果没有人的支撑，必将坠入地狱。中国现在最大的危机不在股市，不在楼市，不在外贸，而是城市的空心化正在失控扩散。从县城到地级市，从东北到西南，从沿海到内陆，这是一场全面、系统、难以逆转的人口溃败。留不住人，就守不住城市，守不住城市，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安全感、存在感、生活感。一个人选择离开是个人选择，一群人选择离开是社会信号。当半个中国的城市都在掉人，那是警钟，是哀嚎，是末日的预言。现在的问题不是还能不能救城市，而是有多少城市还能被救。